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我們現在呢正在學習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那6級呢比較難，所以我們用的課時會比較多。希望大家能夠耐心的、認真的跟着我們一起來學習。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6級閱讀的第一部分，也就是找病句。那我們在前邊已經介紹了最基本的方法，而且我們已經給大家講了一些最基本的結構和語法分析的方法。那現在我們要去看一些特別的詞。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副詞 adverb。那虽然我们說是副詞，其實這個裡邊應該也有一些 adjective， 應該也有一些形容詞，因為有的時候呢，副詞和形容詞可以放在動詞的前邊來說明這個動詞，來這個怎麼說呢，叫修飾這個動詞。那我們在這個看這個副詞的部分的時候呢，最重要的是要看2個方面，一個就是意思就是我們在從 HSK 1級開始到 HSK 6級，我們會學習很多個副詞。那有一些副詞甚至是意思非常相近的，甚至是差不多一樣的詞。那有的時候呢，你要去考慮這個詞可不可以跟這個動詞在一起所以你要去考慮這個意思合適不合適，這是第一點。那第二點就是位置。位置是什麼意思？這個副詞它放在哪兒？它放在什麼地方比較合適？這個也是你在讀句子的時候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那特別是說呢，在漢語裡邊，我們的這個副詞呢，有的時候它的用法還有它的這個在什麼地方跟別的語言不太一樣，所以呢，很多同學在寫句子的時候容易出問題。那在讀這個句子的時候也很難發現原來是這個副詞放的地方有問題，或者是原來是這個副詞放在這裡不合適，應該換一個詞。那這個時候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首先你要在學習一個副詞的時候，不要只是去記住它的英語的意思、英語的翻譯，或者是法語的，或者是日語的，不要用翻譯法去記憶一個詞彙。更重要的是，你要能夠明白這個詞什麼意思，而且你要明白這個詞應該要怎麼用，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同時現在呢，老師也要告訴大家，如果我們看到了副詞，它應該在什麼位置呢？我現在要告訴大家。那為了告訴大家，我會給大家講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老師呢非常喜歡吃北京烤鴨，老師喜歡吃北京烤鴨，所以呢，老師常常吃北京烤鴨。我常常吃北京烤鴨，請大家把這個句子記住。這個句子是不是非常簡單呢？但是雖然它很簡單，但它可以告訴你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常常這個詞，它就是一個副詞。那大家想一想，在這個句子裡邊，常常它在什麼位置呢？大家來想一想，我常常吃北京烤鴨。那常常它在我的後邊，在吃的前邊，也就是說它應該在主語的後邊，應該在動詞的前邊。那現在同學們是不是就已經記住了副詞的位置呢？我常常吃烤鴨，副詞要在動詞的前邊，要在主語的後邊。所以同學們在學習副詞的時候，你要去寫句子，或者是你要去說話的時候呢，就一定要記得這個原則。那99%以上的，可能有的時候會有一個副詞有一點點特別，但是絕大部分的副詞都是按照這樣的原則去
要去說句子或者是寫句子，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請大家一定要記住，因為我們在6級 HSK 的這個閱讀的第一部分裡邊看過的一些錯誤的句子裡邊會出現，副詞的位置是有問題的這樣的句子。那如果你不了解這個原則，你就沒有辦法發現這個句子是錯誤的，因為看意思的話是沒有問題的。那現在呢，我们要先看一個例子。那這個例子其實是有一點點難，因為我們的副詞它是一個成語。那現在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孩子們常常希望自己迫不及待地長大，而當他們長大後，又開始懷念童年。那這個句子呢，它其實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就是迫不及待的。那大家看到這個土也的時候，就應該知道這個土也的前邊應該是一個副詞，或者有可能是形容詞，但是用法跟副詞是一樣的。那在這裡呢，的前邊有這樣的一個詞了，那你就要去想，它應該放在這裡嗎？有同學說，老師，長大沒有問題呀，它是一個動詞呀。但是我要告訴大家，你要去讀這個句子，孩子們常常希望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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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句子裡邊的動詞不是長大，這個句子的動詞是希望啊。我希望什麼什麼什麼，我希望什麼事情發生，所以希望才是這個句子的主要的動詞。那麼迫不及待就應該放在希望的前邊，而不是長大的前邊。那現在呢，我們來說一下什麼意思呢？迫不及待，這個待呀，是等待，是等的意思。那迫呢，是有一點點着急的意思，我太着急了，所以我等不了了啊，太着急，所以等不了這樣的意思。那我太着急，我等不了，我希望自己長大啊，所以呢，這個句子呢，它是錯誤的。那正確的句子就應該說，孩子們常常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長大。那同學們在這裡呢，要記住這個。那這個句子它比較難，用了成語，大家只需要知道，如果你看到的了，那一定要記得的和前面的詞要放在動詞的前邊，而且這個句子裡邊它應該是放在希望的前邊，因為這個句子是孩子們希望啊，所以希望什麼呢？希望自己長大。那這個詞就應該放在前面，你看常常它也放在希望的前邊，對不對？所以呢，在這裡請大家要記住這個原則。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adverb 要加 verb， 它要在動詞前邊。好，這個是我們的第一個練習啊，有點難，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夠記住。那下邊這個題目可能就會稍微簡單一點了。18世紀以後，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才加快明顯起來。那我們要用到我們之前說過的要分析句子結構的方法，你要在這個句子裡邊找到主語，就是名詞，要找到動詞，然後要找到object 賓語。那有可能不是賓語，有可能是補語，但是我們不管它。我們先看一下18世紀以後，它是一個時間，世界人口的增長速度，那的，所以主語應該是速度，速度怎麼樣了呢？速度才加快啊，加快就是變得更快了，所以它應該是動詞。那這裡明顯，它是一個形容詞啊，非常明顯。那它放在這裡就不合適了，對不對？那我們說過呢，它作為一個形容詞，它可以說的是它用來修飾這個加快。怎麼加快呀？很明顯的加快，對不對？所以明顯應該放在加快的前邊啊。那這個時候明顯這個詞它的用法就是一個副詞的用法，所以它應該要放在
加快這個詞的前邊。那同學們是不是覺得這個題目就清楚多了呢？那這個句子是錯誤的，所以正確的句子應該是明顯加快起來啊。我們說過啊，速度加快起來，這才是句子的主要部分。那如果你要在這個部分裡面加一個副詞或者是形容詞的話，應該放在加快的前邊，就是它加快的這個速度非常快，所以它是明顯加快啊。所以同學們在這裡要注意了。那你現在是不是很清楚這個題目錯在哪裡，應該怎麼去改了呢？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練習。這個練習，天涼了，你要多穿點兒啊，穿多點兒衣服啊。這個句子，那你覺得這個句子對還是不對呢？那首先你要去看的是主語是什麼呀？是你。那動詞是什麼呢？是穿。然後穿什麼呀？穿衣服。但是你會發現這裡有一個多，對不對？多點兒。那它放在動詞的後邊了，那肯定是不對的呀。所以這個句子應該要改成你要多穿點衣服啊，這才是一個正確的句子。但是在這裡呢，我還要提醒大家，實際上這個多做點什麼，少做點什麼，它其實是一個相當於固定的句子，在漢語裡邊這是你應該把它給記住的一個句子啊。比如說呀，我們在可能 HSK 2級或者 HSK 3級的時候，可能就已經學過這個語法了啊。比如說，你身體有一點不舒服，你去看大夫，大夫跟你說，你感冒了，你要多喝點水，少喝點酒啊。不要喝酒啦，少喝一點酒，多喝點水。那為了健康，我們應該多吃蔬菜，少吃肉。那這個其實對於我們來說呢，不僅僅是動詞的前邊要加一個副詞這樣的一個原則，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要記住這兩個最基本的語法結構。它是在我們生活當中常常用的一個語法結構，多做什麼，少做什麼而且平時你也是可以用的。比如說呢，如果你想提高你的HSK 的成績，你應該多做練習你應該多做練習。好，那這個語法如果你記住了，以後你再遇到这樣的句子就一定沒有問題。而且呢，你在寫句子的時候也會更清楚，這樣寫才是正確的，那這樣寫是錯誤的。但是說實話呢，老師聽過很多同學寫或者是說這樣的句子，那可能是因為你在說這個句子的時候呢，你可能用了你的母語去翻譯它，或者是你想到了什麼就說到了什麼那其實這個句子是不對的，這個才是對的，請大家一定要記住了。好，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個練習。那從這個練習開始呢，就不是位置順序的問題了，可能我們要看一看這個意思到底對不對。我們看一下，報告說該公司第4季度盈利達18.6億元這個句子沒有問題。盈利達多少？十分超出了分析人士此前的預期超出了預期就是以前呀，这個分析人士有一些專家，他們說有可能是17億或者是有可能是12億他們說12億，他們猜的，他們預測的但是沒想到呢有18.6億，所以呢就比我們猜的要多一些，我們要用超出。那現在大家要記住，超出預期，超過預期，
是一個比較固定的搭配，請大家一定要記住。那閱讀的第二部分選詞填空的時候，或者是書寫你要去寫文章的時候，你都可以用超出預期這樣的一個搭配。好，那這裡呢，10分超出了預期。10分它是一個副詞，那同學們說，老師沒有問題呀，它在動詞的前邊呀。沒有錯，它在動詞的前邊，這個順序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問題在哪裡呢？你不可以說10分超出。同學們，如果你學過10分的話呢，你會知道10分這個詞啊，它只能放在形容詞的前邊，只能放在形容詞的前邊，而不能放在動詞的前邊。比如说，老師10分滿意它是和這個形容詞一樣的一個心理動詞，這個沒有問題。或者是這個10分美麗非常漂亮的意思，10分美麗。那超出這個詞，你就不可以說10分超出了，它超出了很多，超出的這個幅度非常大。你應該怎麼說呢？你應該說的是遠遠超出了預期，這個才是對的遠遠超出了預期。那有同學說了，老師，我怎麼知道這個必須得用遠遠而不能用10分呢？我覺得意思上差不多呀。所以呢，這個時候我還是要去提醒大家，你在做這樣的題目之前，你要做的準備是什麼呀？你在學習超出這個動詞的時候，你就要考慮，如果我超出的部分非常大，應該怎麼說呢？或者是說呢，如果你在學習10分這個形容詞的副詞的時候，你就要考慮10分這個詞我應該要怎麼去用呢？後邊可不可以跟什麼樣的詞呢？還有就是你在學習遠遠這個詞的時候，你也要考慮，遠遠這個詞我應該怎麼用？我可以說遠遠怎麼樣啊？你都要去你學習每一個詞都不要只是學習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一定要學習這個詞有什麼用法，它跟什麼樣的詞在一起，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在這裡發現這個問題。那同時呢，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一直在說的，你要有語感，你要培養你的語感，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平時如果多去讀一些這樣的句子，你會讀到遠遠超出了專家的預期這樣的句子，那你讀過它，你自己就有感覺，那你在讀這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這個句子非常奇怪。所以呢，還是再強調一遍，平時多去讀一些正確的句子很有必要，培養你的語感。那在這裡你就會很快的讀出來，這個有點奇怪但是有可能你不知道它為什麼奇怪，老師告訴你為什麼，但是你的任務是你讀的時候可以發現它是一個奇怪的不對的句子，這樣就可以了。好，那現在呢，我們繼續看他今天的表現一點兒反常，肯定出什麼問題了。好，那我們要看一看他這個句子裡邊的主語是什麼呢？是表現。他今天的表現怎麼樣啊？反常。反常是什麼呢？反常是形容詞adjective。那我們說過在漢語的基本的句子裡邊，有一種句子是特別常見的，就是主語、副詞、形容詞subject、adverb 和 adjective。那有同學會說，老師，漢語的句子有點奇怪，因為你這個句子裡邊沒有 verb。對，我們的漢語是有這樣的句子，這個句子裡邊可以沒有 verb， 沒有動詞，沒有關係我們說，比如說呢，今天很冷，今天很冷，那今天就是主語，很就是副詞，冷就是形容詞。那你看這個句子裡邊，
表現一點反常，它就不對了，因為一點放在這裡是不合適的啊。一點呢，它可能有點像一個代詞或者是形容詞的或者是一點名詞的感覺啊，代詞、量詞或者名詞的感覺，所以它不是一個副詞。那反常的前邊，形容詞前邊應該要加的是副詞，我們用的副詞是什麼呢？是有點反常啊。那在這裡呢，如果我們不去想副詞、形容詞、名詞這樣的詞性，我們也可以想的是什麼呢？在漢語裡邊，一點和有點一直以來是同學們都會覺得有點很難分析的這樣的一对詞啊，它們都是 a little bit 的意思，但是呢，它们的用法不完全不一樣。所以在這裡呢，老師再給大家講一下有點和一點到底哪裡不一樣呢？我們用比較簡單的例子去講它的區別啊，同學們會更容易明白。那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有點的後邊呀，應該是形容詞，這個是沒有問題的。有點加形容詞，那我為什麼要用有點呢？比如說今天呀是這個2度啊，是2度啊，那或者是1度啊，它比較冷，對不對？那我穿的衣服呢不是特別多，所以我會說，哎呀，今天有點冷。那這個冷呢，是我不喜歡的啊。这個有一點，它不是特別冷。如果是零下10度，那就真的很冷了。2度、1度差不多還可以，有點冷。那麼，這個冷呢，又是我不喜歡的，所以我說今天有點冷，或者今天有一點冷。那所以現在呢，我們就很清楚。有點這個詞呢怎麼用呢？它的後邊應該要有一個形容詞，而且這個形容詞應該是不太好的。所以你如果要用有點，一定是你不太喜歡這個情況。比如說，這件衣服有點貴啊，我現在有點餓，今天有點冷啊，我們都要用有點和形容詞一起。要注意的是有點加形容詞。那如果是一點呢，我們要知道的是一點這個詞啊，它的用法就跟有點完全不一樣了。為什麼這麼說啊？我們首先來說一下，那今天是2度或者說2度，那昨天呢是1度啊，是1度。那1和2比較的話呢，我們可以說呢，昨天比今天冷一點兒。昨天比今天冷一點兒，那同學們是不是明白了啊？冷一點兒，對不對？所以是先說形容詞，再說一點兒。那同學們現在是不是記住了呢？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我說的是昨天比今天冷一點兒，所以如果你要用一點的話呢，你是有一個比較的，你需要比較一下。你才能用一點兒啊。再比如說，我們坐出租車，我們去一個地方，出租車的師傅呀，開車開得特別慢啊，所以我就跟師傅說：“師傅，麻煩你快一點啊，麻煩你開快一點。”那師傅說：“好的。”那開快一點，快是形容詞，一點快一點，所以形容詞在前邊，一點在後邊。那為什麼要說快一點呢？因為現在比較慢，所以我希望師傅比現在快一點兒。那其實也是一個比較，所以現在同學們應該很清楚了啊。有點加形容詞表示不滿意、不喜歡，形容詞加一點表示比較啊。那當然了，這個一點呢也有一個用法，就是一點加名詞，比如說喝一點水，買一點水果啊，這個也是可以的。這個就比較簡單，我們在這裡呢就不用太多的去說它了。那這個句子上邊這個是錯誤的，下邊這個是正確的。好，這是我們的副詞。
那然後呢，我們再來看一看副詞有可能會出現的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它們兩個是不是可以在一起呢？我們來看一下，卷心菜可以說是所有蔬菜中最為古老的一種。我們知道，古時候的人很久以前就已經一直在吃它了。同學們看一看，覺得這個句子有沒有問題呀？那首先這個卷心菜是一種，對吧？卷心菜是所有蔬菜中最為古老的一種。那這裡省略了蔬菜，這個句子是沒有問題的。那我們知道，古時候的人這個人呢，人怎麼樣啊？人吃它人吃這個蔬菜。人呢，什麼時候呀？很久以前就吃這個蔬菜了。那問題是在這裡有一個就，有一個已經，有一個一直，所以它們放在這裡，在動詞的前邊，好像是沒有問題，但是其實是有問題的。我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發現問題是什麼？很久以前就已經一直在吃它了。那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已經的意思是什麼呀？就是這個事情已經發生了，已經發生了，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已經發生了那一直的意思是什麼呢？一直的意思是從一開始到現在一直所以呢，這兩個詞它是有矛盾的，因為已經的意思是這事兒完了，這事兒發生了，就是有一種結束的感覺，已經發生了，這個事情已經這樣了，這是一個點的感覺。但是一直呢，一直，它是一個線的感覺，點和線不能放在一個句子裡邊。所以这两個詞的意思在意思上其實是有矛盾的有矛盾的。比如說我已經吃了就是我吃飽了，我已經結束了。我一直在吃，我一直吃就是我吃了很多很多，一直吃。這兩個句子是矛盾的，是不一樣的。所以呢，這兩個詞也當然不能放在一個句子裡邊。所以在這裡呢，我要去告訴大家答案了。答案就是你可以說很久以前就已經在吃它了，也可以說很久以前就一直在吃它了，但是這兩個詞不能放在一起。為什麼？因為它們的意思是有矛盾的大家可以想一想，認真的想一想，就已經在吃它了，就一直在吃它了這兩個詞有矛盾，所以不能放在一起。虽然它們都是副詞它們不能在一個句子裡邊出現。好，那這是我們的第三種副詞的問題。第一種就是位置不對副詞應該放在哪兒放在動詞的前邊，主語的後邊。那第二種就是意思不对這個詞兒不能放在這裡它不對，它應該換一個詞去使用它，這是第二種問題。那第三種問題是什麼呀？就是這兩個詞不能放在一起，它們兩個詞的意思上是有矛盾的。好，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關於矛盾的這個一個練習。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個，你的傷口似乎是好像發炎了，還是去醫院處理一下吧那在這裡呢，老師也要告訴大家我們可以看一下，似乎好像他們的意思是一樣的那這裡又有一個是所以這個句子你的傷口發炎了，是傷口發炎是主語和動詞，那動詞的前邊似乎和好像，它們兩個意思是一樣的，所以在這裡呢，你不可以把它們兩個放在一起，你用一個就夠了。好，所以我們這個答案是什麼呀？你可以說似乎是發炎了，你也可以說好像是發炎了，但是似乎是好像
就不對了啊，它們两個不能放在一起。好，那這個句子是錯誤的，這兩個句子才是正確的。那這就是我們的副詞啊，常常出現的一個問題，這兩個啊意思有矛盾的不能放在一起，那意思一樣的也不能放在一起。那這裡我們再來看一個，已經10點了，我估計他今天一定不會來參加會議了。那同學們讀一讀，然後想一想這個句子錯在哪兒呢？哪裡有問題呢？大家認真的想一想啊，已經10點了，這個沒有問題。我估計他今天一定不會來參加會議了。可能啊，聰明的同學已經發現了，老師已經把有問題的部分給標注出來了，一個紅色，一個綠色。那如果你對這兩個詞的意思掌握得非常準確的話，你會發現估計這個詞啊是不確定的意思啊，我估計，我猜的啊，我覺得差不多是這樣的。那一定呢，它的意思是我很確定啊，我很確定。那你在一個句子裡面，你又說你不確定，你又說你確定，這就矛盾了，就很奇怪了。那這個估計它是一個動詞，那這個一定呢，它是一個副詞，但是在這個句子裡邊是副詞和動詞有矛盾了，所以你只能用一個，你不能用兩個，因為它們的意思是矛盾的。所以你要麼說我不太確定，我估計他今天不會來參加會議了，或者說我很確定啊，他今天一定不會來參加會議了。啊，你要麼用估計，要麼用一定。當然了，如果你要用一定，這裡邊就沒有我了啊，這不要說我了，就直接說他今天一定不會來參加會議了。那這裡這個句子可能對於大家來說會更清楚、更簡單一點，因為估計和一定都不是特別難的詞。那同學們只要你明白，估計是不確定的，一定是很確定的，那最後你一定可以發現這個句子它就是錯的。那正確的句子是你只能用一個。那這都是我們的副詞的意思的問題。你只要準確地掌握了意思，你就能夠發現這個句子有問題。或者是說，如果你平時多去讀正確的句子，你也能夠覺得，感覺出來這個句子有點毛病啊，有點問題啊。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後的這個副詞的一個練習了。那到這裡呢，我們的副詞部分就已經講完了。那我們再跟同學們說一下。關於副詞呢，它有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第一個就是位置是錯誤的。那我們知道，在病句裡邊有一種問題就是順序的錯誤。那順序錯誤裡面最常見的一種就是副詞它應該在動詞的前邊，這才是對的啊。那請同學們一定要小心一點。如果你在讀句子的時候，你發現了，主語、動詞、宾語沒有問題，這裡有一個副詞怎麼跑到動詞的後邊去了？它是錯的，你能夠發現它，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種就是你要考慮的是這個詞用在這兒對不對？那實際上呢，我們在後邊還會講的就是我們有的時候用詞啊，就是會用錯。這個病句裡邊句子結構沒有問題，但這個詞不應該用這個詞，它不應該放在這裡，它應該換一個詞。那這種情況也是非常多的，其中的一種就是副詞，它的意思，考慮它的意思的話，它不應該放在這裡，或者是說這兩個詞有矛盾，我們不應該把它們放在一起，要用只能用一個。那這樣的情況也是比較常見的，所以呢，請大家在做題的時候注意積累啊。這是我們的副詞的部分，到這呢就講完了。那請大家如果有問題，隨時問我們，那也要去多做一些練習，多去積累一些經驗，多去培養你的語感。那我們下節課再見。